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华光。今天继续介绍《女高怪谈》第二部《交换日记》。故事发生在韩国一所女子高中。三班的若仙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手，但是在班上却不招同学的待见，经常受到同学的排斥和挤兑。11班的舒韵是学校田径队的健将，平日里她沉默寡言，性格孤僻，但是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男孩子的阳刚气质。一天，学校要集合开会，但若仙和诗韵却偷偷躲在厕所，结果被老师发现后，惩罚两人一起打扫卫生。两人不仅没有生气，还乐在其中，玩的是不亦乐乎，而且越聊越熟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后来两人便决定写一本交换日记，来记录两人的点点滴滴。两人很是默契，有时会通过心灵感应来交流对话。若仙被同学欺负时，舒韵会帮她出气，而舒韵有先天性耳障，对声音不是很敏感。若仙就带着舒韵来到礼堂提高听力，还特意剪断了一根琴弦，刺激舒韵的听力。若仙表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调，可能是动听的，也可能是刺耳的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制造动人的音乐。你必须要记住这个音调。假如我们有一个人先死，先死的一人会在雨天接走另一个人，记得到时候服下这个药丸。若仙害怕一个人相处，只要舒韵不在自己身边，就会胡思乱想，所以只要有时间，他就黏着舒韵。两人爱情的萌芽慢慢长大，并决定公开恋人关系。就在两人鼓起勇气面对同学和老师时，却遭到了老师的讥讽和毒打。舒韵被打的嘴角流出了血，若仙心疼地帮她擦拭，然后两人就当着同学的面接吻起来。舒韵感觉周围气氛不对劲，便用力推开了若仙，没想到若仙依旧疯狂袭来。后来同学们才满脸嫌弃地将两人分开。第二天，事情的若仙高兴地给舒韵送牛奶，刚推开教室门，就看到舒韵低头避开了自己。若仙气愤地把牛奶扔掉，然后失望地回到了教室，并把刚才的事写在两人的交换日记本上。这时舒韵过来道歉，并表示自己早已不喝牛奶，说完就从日记本上撕毁了几页。昔日如胶似漆的恋人就这样变成了形同陌路的路人，好死不相往来。虽然若仙还是爱意浓浓，但舒韵却一再逃避，不想和若仙和好如初。后来郁郁寡欢的若仙喝醉酒后和自己的高老师发生了关系，渐渐的若仙也心如死灰，把象征两人美好爱情的交换日记给扔了。没想到正好被舒韵的同班同学明霞意外捡到。明霞简单的翻看后知道了这是舒韵和若仙的交换日记。在舒韵生日这一天，舒韵收到了若仙的祝福短信和生日礼物，但舒韵却很不开心，并没有打开生日礼物。若仙在老师办公室想要请假，但高老师却表示有医务室的证明才能批准。此时舒韵也来到办公室，看到若仙后，两人通过心灵感应再次交流着彼此的思念之情。这时不舒服的明霞正在医务室翻看着那本交换日记，顺着本上的指示，她找到了一颗使人身心舒适的药丸，明霞毫不顾忌的就吃了。没想到接下来就看到这是若仙给舒韵准备的毒药，如果舒韵不爱他，吃下药丸就会死去，自己正在研制解药，到时会通知。明霞看后大惊失色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若仙，原来自己的邻居病友就是若仙。舒韵正好过来找他，若仙表示自己好像是怀孕了，这是我们的爱情结晶，但舒韵却表示到外面去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随后两人就来到学校的禁区，站在高高的天台上聊起私密话题，而好奇的明霞也尾随来到了天台，偷听两人的谈话。若仙说道，舒韵生日快乐，这次比赛你肯定会赢，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呢？我死了没有人会记得我，人们最多说一句死了一个女生，就再没有下文了，我们死后可以投胎做人。舒韵却表示你今天说话好深奥，没有你自己也不好过。明霞害怕被两人发现，便提前回到了教室做体检。没过多久，舒韵也无精打采地回来了。她打开礼物，看到了若仙送给自己的运动鞋，卡片上还写着
答应我穿着它去比赛，晚点再见，还有礼物送给你。就在舒韵体检时，却听到若仙通过心灵感应说道：“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然后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尖叫，原来是若仙从天台跳楼自杀了。这难道就是若仙送给自己的另一个礼物吗？这对于舒韵来说就是晴天霹雳，伤心的来到老地方回忆着两人的过往。与此同时，捡到交换日记的明霞却时常在耳边听到若仙的声音：“还我日记。”还在储物柜里看到了若仙沾满鲜血的人头。后来惊慌不安的明霞便把这邪魔的日记本扔到了垃圾桶，没想到自己回到教室又见到了那本日记。明霞再次翻看起来，按照指示撕下了一页纸，竟从镜子里看到了若仙的身影。日记上还写着：“记住死者。”随后明霞就感觉若仙好像就在自己身边，不时有手抚摸自己的身体。神情恍惚的明霞害怕地昏倒在课堂上。等她再次醒来，还是不断产生幻觉，总能看见若仙。最后跟着若仙来到了礼堂，见到若仙曾经的钢琴，明霞随意地摁了几下，而其中一个键却没有声响。明霞搬开了下面的琴箱，竟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，里面满满的装饰和照片。明霞还从里面找到了一个小瓶子，纸条上写着：“舒韵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是不是在找解药呢？信得过我就把它吃了吧。”明霞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幻觉，肯定是之前吃了那个药丸，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把这颗药给吃了。此时舒韵也来到礼堂，看到了钢琴下面的生日礼物，舒韵后悔莫及，无比难受。原来这是若仙和舒韵分手后花了整整1个月精心为舒韵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这才是若仙送给舒韵的另外一个礼物。舒韵急忙翻找那瓶毒药，却没有找到，然后看着两人交换日记哭了起来。这时外面也正好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教室的大门却无法打开，同时厕所也是怪事连连，而办公室里的高老师也出现幻觉，高兴地听着若仙在自己耳边说话，而后就莫名自杀了。那些曾经欺负若仙的同学们好像看到了他的鬼魂，害怕的到处乱窜，灯光也瞬间诡异的忽明忽暗，顿时学校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明霞被人流击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另一边的舒韵想到和若仙在天台，若仙曾说想要和舒韵继续做朋友，否则就跳楼自杀。舒韵却表示，就算你自杀也不管用，你简直不知羞耻。我以前从没有恨过你，不过现在特别恨你，永远恨你。这些话可能才使若仙一时想不开自杀的真正原因。此时的舒韵越想越难受，而若仙的鬼魂在学校上空看着这混乱的场景，然后慢慢消失在天际。此时学校大门也恢复正常，打开后同学们蜂拥而出，空旷的学校现在只剩下舒韵和明霞。若仙附在明霞身上，通过心灵感应向舒韵道歉，是自己遗失了两人的交换日记，但舒韵却表示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写。若仙曾对舒韵说过，假如我们有一个人先死，先死的一个会在雨天接走另一个，到时候服下这个药丸。今天正好是雨天，虽然那颗毒药没找到，但是舒韵记得这些话，知道若仙就在另一个世界等着自己，然后就来到天台跳楼自杀了。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